Hello，大家好。我看评论区有个小伙伴让我讲一讲 ComfyUI，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 ComfyUI 的系列教程。今天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ComfyUI 的安装以及最基本的一个使用。首先我们来到官网，这个地址我同样会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然后我们往下看，这里呢是它的一些源代码，然后这个呢是 ComfyUI 它最基本的纹身图工作流的一个界面，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些案例，可以点进去看一下的。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些特征介绍。这个 ComfyUI 它是支持 SD 以前的一个版本，而且它还支持 SDXL 模型的。然后这里，如果你是3G 以下的一个显存去运行这个 GPU， 那你就加入这行指令。然后往下，如果你没有这个 GPU， 那你可以用 CPU 去运行，但是这个速度可能会慢一些。然后等等，你都可以去看的。再往下，然后这里呢是常用的一些就是快捷键，你也可以去看的。然后下边我们就可以进入安装，这里主要说的是 Windows 安装，其他的安装方法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安装的话 ，Windows 直接点击这个地方这个链接，它就可以直接安装了，我就不点了，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然后它会下载过后，它是这样的一个压缩包，就是这样的一个压缩包。这个压缩包你要进行解压，这是我提前解压好的，然后点进去。它就会有这些文件。那么第一个就是 ComfyUI 它本身的一个文件，第二个呢，一般我们是不会去动它的，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环境。然后第三个文件呢，一般是我们 ComfyUI 的一个升级文件，我们点进去，比如说像这个呢，就是我们 ComfyUI 它要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双击它运行这个脚本就可以了。然后下边这个呢是，如果我们要用 Python 依赖项去更新这个 ComfyUI， 但是遇到 Python 依赖项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运行下边这个。就是命令，这是升级的时候。然后我们回到这边，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帮助文件，我们点进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如果你是 N 卡用 GPU 去运行，那你就是双击这个去运行就可以了。如果你是 CPU 运行，那你就双击这个脚本。然后这个呢，它是建议你在 Hugging Face 上边，这个是地址，然后去下载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模型，然后把它放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在这里，就是第一个 ComfyUI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这里有一个 Models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那你的大模型就是放到这个里边，还有你的比如说像那种 Revision 然后模型啊之类的就放到这个文件夹，然后还有这里边 ControlNet 的一些模型放这里边，还有这里 Embedding、LoRa's、VE 这些模型都是放在这个地方的。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这个是说的是那个 ComfyUI 的更新，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第三个文件。然后这里呢，它是什么意思？它是那个如果你有其他的 UI， 比如说像你之前下载过 WebUI 对吧？又想和这个 ComfyUI 共存，就是你但是又不想下2份模型，因为2个模型都是通用的嘛，那你就可以按照这里给出的这个方法，然后可以大大减少硬盘空间的一个消耗。我们可以看一下该怎么去设置哈。它就是先找到这个文件，然后呢把这个文件改名改成这样的，也就是说去除掉这个，然后再用你自己喜欢的一些就是文本编辑器去编辑它。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先来到 ComfyUI 的一个主目录，就是这个第一个文件，然后我们点进去就是它的根目录了。然后呢我们往下看，看到这个文件，找到这个文件，你选中之后，你按键盘的 F2，然后去改它的名字，把后边这一节就是删掉，然后这个地方就要是，然后改好了之后，选中它，我们鼠标右击，用一个文本编辑器打开就行。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这里，我们需要去修改路径，就是把你之前的那个 WebUI 的主目录的那个路径，然后复制到这里来。比如说像我这里，我先找到我的 WebUI， 就是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个主目录，然后把它的路径复制一下，然后在这里我们需要去修改一下它的一个路径。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路径了。然后下边它是帮我们自动的设置好了，这个是大模型的一个路径，然后 VE、LoRa， 然后以及这边的 Embedding， 然后超网络，还有个 ControlNet。注意了，这个 ControlNet 我们的 WebUI 的一个路径它不是这个路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ControlNet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我们先回到这里，这个是我们 WebUI 的根目录，然后找到 Extensions， 点进去，然后找到 ControlNet。这个，然后点进去，找到它的 Models， 点进来，然后这个才是我们 ControlNet 模型的一个路径。然后你在这里要复制一下，就复制这后边就行了。然后前边这里
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主目录的一个路径，你复制后边这个就行了。然后复制，在这里需要去更改一下，因为你这里已经是基础的一个路径了嘛，已经设置了，所以说只需要复制后边的那个路径就行。然后好了之后，然后你文件这里保存，保存了就可以把它关掉了。然后你再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就是 ComfUI 的这个地方，就是这里，然后去运行它。你可以，如果是 CPU 你就运行这个，如果是 GPU 你就运行下边这个。还有一个，如果你是3G 以内的一个显存去用 GPU 运行的话，那你就最好是去加这个指令。这里也说了，往上，就是这个地方也说了，你就把这个指令就是复制一下，复制好后，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就这里的 GPU 运行的这个地方，然后鼠标右击点编辑，然后在这后边这里，我们把刚刚复制的那个指令粘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好了之后，你点这里文件保存，当然我这里就不保存了，我不用这个。然后好了之后，你关掉就可以了。关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运行这个双击运行就行了。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后台这里，它的这些模型它是共用的 WebUI 上边的一些模型，就是这里。如果你不想用这个 WebUI 的一个就是模型，或者你之前没有下载过 WebUI，那你的模型就放在这里，就是这个 ComfUI 的这个文件夹，然后点进去，然后这里有个 Models，然后这个 Checkpoints，这个就是你大模型的一个放置位置，你把模型放到这里边来就行了。然后双击那个运行，它就会到这里来。把这个多的删掉，然后你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空白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空白，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刚刚启动的时候。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点最后的这个按钮去加载一个默认的一个工作流，然后这里点 OK，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纹身图的一个工作流。然后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节点一个节点连接起来的，可能你觉得会看不太懂，或者是不是很好理解。其实如果你之前玩过 WebUI 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很好理解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WebUI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它是一个纹身图的界面。那我们要生成图片，至少需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的话就是这里的大模型，然后在 ComfUI 里边，它就是以这个节点，这个就是大模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除了之外，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正反向的一个提示词，在 ComfUI 里边，这里有一个这个 Clip 文本编码器，然后它就是输入，这个是正向提示词，这个是反向提示词，就是在这儿去输入。这个文本编码器呢，它主要起的就是一个翻译器的作用，因为文字和图片它属于两种不同的一个模态，不能直接进行交流。而这个 Clip 编码器呢，就是将文字翻译成图片的特征，让它和图片之间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就是 WebUI 的这个界面往下，然后这里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参数，比如说像这里就是一个图片的尺寸、宽高，对吧？那在这个 ComfUI 里边，然后这个地方 Latent Image，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图片的尺寸的一个设置了。然后我们再往后边看，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比如说采样器迭代步数，然后就是生成的批次，然后 CFG 随机种子等等一些参数，对吧？那就是这边就是这里的一个采样器，它就是各种参数的一些设置。那在这个采样器里边呢，它是由于它是一个纹身图的一个工作流，所以说在这里传入的是一张空白的一个图片。那这个采样器呢，就会把这个空白的一个图片加入一些噪点，然后用主模型去去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正反向提示词就在这个时候呢，在每一步的渲染的时候来引导这个整个的一个去噪的过程。那去噪的过程，每一步去噪的过程就是 SD 如何去渲染图片的一个过程。然后它会在这个里边去生成一张浅空间的一个新的图片。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用就是 VE 的一个解码器，就是这个东西，把这个图片还原到真实空间里边这边来。就是这个，然后最后需要去保存图片，就是图片的一个展示。如果你觉得这个比较小，那你可以把这个拖大，那这个图片的大小你可以去就是控制的。那这个是这块，那这个 VE 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这边这个外挂 VE 模型，就是那个意思。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纹身图的一个工作流，还是不是很难去理解。那我们去简单的去运行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大模型，对吧？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些大模型。那这里我是共用 WebUI 里边下载的一些大模型，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上边去输入搜索你需要的模型。比如说，我就想就是这个模型，然后这个提示词我就不改了，大小我也是512×512生成一张图片。然后这个采样器这些种子我先不改了，
然后等等我都不改，然后我默认好了之后，我直接点这个按钮，然后进行生成图片。然后点它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在生成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框，表示它的一个流程到哪儿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生成了这样的一张图片了。这个 ComfyUI 生成图片的过程呢，我觉得是比WebUI 的一个速度要快很多的。这里你可以去看到这个调整这个大小，然后看到这张图片，那你鼠标右击，然后是可以打开这个图片看这个大图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整个页面可能你看起来不是特别方便，就是这里比较大或者小了呀，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鼠标就是你的那个左键，就是点空白的一个地方就可以进行拖动，还有鼠标的这个滚轮可以放大缩小，就是这里。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可以点它的一个节点，比如说我点到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节点，点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这些线。它会变成白色，然后你可以拖动这些节点，就是去把它放置其他的一些位置，就可以这样去拖动。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我也可以放到这里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布局或者是这个工作流是我比较满意的，那我就可以保存，我就可以点这边，然后进行保存。那么这里你可以给它一个名字，比如说我就给纹身图1吧，就是这个是我给它的一个名字，我点 OK，然后它这边就已经保存了，它是保存的一个 JSON 的一个文件。然后除了这个的话，你如果不想要这个工作流了，你可以点这个 Clear 进行清空，这里 OK，它就清空了。清空了之后，你想加入你刚刚保存的这个工作流或者别的一些大佬，就是它整合好的一些工作流，那你可以点这个 Load，点这个按钮，然后把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就是工作流打开。然后它就进来了，看到没？就是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以及工作流，这是非常简单的。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设置，一般我们不动。这里就是你清除或者保存一些东西的时候，它会给出一些提示。然后这里呢，它是一个预览的文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式？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呢它是网格的一个大小，你可以进行调节。就是这里有一些网格，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调节。然后这里呢是它的一个主题的颜色，你可以更改。你看，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就行。一般我们是不动这些地方的。然后我们关闭，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生成图片的批次的一个设置。比如说像这里，它是表示的是一批次的时候生成几张图，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去设置。比如说我这里一批次生成2张图。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不止生成一批次，可能需要生成好几个批次，那我们就可以勾选这个。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设置我们的批次，比如说是2批次，然后我们设置好了之后，我们点这个生成，可以看一下，就一共会生成4张图，它一批次生成2张，可以看一下，这里就已经生成好了。然后生成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生成的图片，因为这里你就只能看到就是2张图，那你就要点这个历史生成，就是点这个按钮。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历史生成的一个图了，这是我们刚刚生成的，就是2批次中的一个批次，然后这里也是，然后这是我们刚刚最初的时候生成的那个。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去清空历史的，这个是刷新，而且这里这个图片后边有一个 delete， 然后你是可以单独去删除这个图片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就是你选中这个图片之后，它是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它的一些提示词以及各种参数的。比如说你选中这个图片，然后它这里的种子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比如说我在这里去重新生成一张图片，你看的会更清楚一些。我就输一个弯根了。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这里把这个批次给关掉，这里呢我就生成1张图，然后我们点这里生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这样的一张图，然后它这个地方我点它是这张图的一个设置，我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提示词这里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点这个 delete 把它删除掉，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把这个历史给关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它是显示正在运行的这个就是东西，它这里有一个进程。比如说我在这里也同样重新去生成一张图片嘛，我们点这个生成，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字样。就是这个的一个功能，然后其他的下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ComfyUI 它最基本的一个文胜图的一个使用。那么今天的一个分享暂时就到这里。